趁着粉丝老妈不在家，偷偷给她断舍离的第15天，准备花1000块钱把这个院子改造一下。原来一出来就臭烘烘，满地都是垃圾，用了2天的时间给它扔空了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苍蝇都少了一大半，老鼠回来都找不到家了。扔完东西以后，小姐妹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一半的黄瓜秧和芸豆全都给它拔掉，再买1000块红砖给它硬化一下。小姐妹说把家里改造的漂亮一点，老太太回来也比较能好接受，带着孩子回来也能有个玩的地方。因为阿姨屋里的东西太多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隙，所以孩子今年虽然6岁了，但是没回来几次，对她老家的印象是几乎没有。小姐妹说这回好了，屋里的东西都清干净了，院子再收拾收拾，正好孩子也放假，让阿姨带着孩子回来住一段时间，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可以领着孩子回来住几天，也有个回娘家的感觉。自从结婚有孩子以后，还没有回来过年。孩子今年6岁，阿姨给他看了6年的孩子，平时都是叔叔自己一个人在家，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叔叔到大连跟他们一起团圆。小姐妹说这要是但凡家里面东西少宽敞一点的话，他们就一起回来了。家里还有这么个小院子，要是干净点的话，在这吃个小烧烤，孩子跑跑跳跳的多好。这个院子得有70多平，差不多种地的面积占了50多平。一开始小姐妹说拔掉一半做硬化的时候，叔叔还有点舍不得，后来又一想，这么多地种菜也吃不过来，手术完了以后孩子们能经常回来也值了。叔叔说就是夏天太热了，我说可以买一个防晒网挂上，叔叔立马就跑出去买了一个，回来就给他挂上了。原来这个院子高低不平，要是想铺砖的话必须得给它整得平一点，所以得把高处的砖先把它起掉，把地整平了以后再铺。原来这个小院种的满满登登的，就剩窗户这小块再加上过道，其他的地方种的全都是菜。这个地方原来种的是韭菜，叔叔说不要了，等到时候再撒点韭菜籽种吧。我就感觉撒韭菜籽的话出的太慢了，第1年几乎吃不着，所以把这个韭菜根刨出来，到时候让叔叔再栽一下吧。好多人都说家里面倒成这样不能只怪阿姨一个人，平时叔叔在家也不收拾呀。确实是哈，叔叔自己都说了，阿姨没看孩子之前，他在家只负责上班，回家以后全是阿姨的事儿。就从这几年开始才学会了做饭，也是简单的就把菜能炒熟，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了，能把肚子填饱就行。叔叔说他自己是这么说的，我下班回来吃个饭，有个窝趴了下睡觉就可以。本来小姐妹是准备把这一排拔到头全部做硬化的，但是叔叔说最后一排长豆角才开始结，拔掉有点可惜，所以就想着今年先这样，等明年的时候剩余的那一小块也不种了，全部都给它铺了。地面原来是有垄，一高一低的，必须得先给它整平了，然后才能铺砖。就刨地这个活，小时候在家我可没少干。掰完玉米种小麦之前，必须得把地刨一遍，以前没有机器，全都是靠人力。这也是当初我选择不回去的主要原因吧，就是干农村的活干得够够的。虽然现在就把地平了一下，还没铺砖，但是看起来已经挺治愈的了。本来呢，小姐妹是想要铺大理石的，但是叔叔考虑铺大理石的话，底下可能得用水泥，透水的效果差，后期如果还想种地的话就太麻烦了，所以叔叔建议还是用这个透水砖来铺。小姐妹跟我说，这么多天叔叔都是听她的了，扔出去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她也有点上火，所以这次就决定听叔叔的，就用这个透水砖。这个砖还不太好买，叔叔是打听了2天才打听到这个砖哪有卖的，32一平，花了640买了20平，一共是100块砖。大叔说家里还有一点，应该差不多。叔叔想要花钱雇刚才给我们拉砖的那个师傅一起往后搬，但是那个师傅是给多少钱都不干。他说这1000块砖搬到后院去，我这个脚不都废了，所以这1000块砖全是我们3个搬的。叔叔一趟搬11块，我搬9块，弟媳妇搬7块，用了1个半小时，一个人搬了30几趟才给他搬完。本来叔叔是找好了工人，10块钱一平，3个人1个小时就能给他铺完，但是左等右等的，等了2天也没来，也不知道是嫌钱少还是真的没时间。叔叔着急了，就自己下手了，用了1个早上1个晚上铺了这些。我比叔叔还着急，本来是预计1个小时铺完的院子，这都拖了好几天了，所有的计划都有点打乱了。这幸亏先收拾院子了，这要是后收拾院子的话多耽误事儿。我也着急了，屋里的收尾工作还没干完，我就学着叔叔的样子出来铺这个院子了。因为叔叔平时上班只有一早一晚铺，
这要是靠了自己的话，还不知道几天能铺完呢。我铺了1个小时，铺了2大溜，后来想了一下，还不知道合不合格，所以我就停了。结果第2天到这的时候，确实是不行。叔叔说缝隙太大了，他都拆了重新铺的。他看我着急，所以今天特意请了1天假，在家准备把这个院子铺起来。本来这个窗户下面叔叔不想铺，想着给他打个水泥台面，所以把旧砖都堆到这里了。但是小姐妹建议还是铺到窗户下边，她说太了解老爸了。他说打水泥台面还不知道是哪年的事呢，直接给他通铺到窗户下面，将来如果想打水泥台面的时候再把它拿掉就行了。所以叔叔铺的地面，我俩把这里的砖给他倒到外边来，技术活他干，这种不需要技术的就我们来干吧，这样他也能少浪费点时间，尽快的把这个院子铺完。我真的特别期待着看这个院子收拾完以后的效果了。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小院，我第1个房子也像叔叔家这样有一个封闭的小院，一开始也是在里面种了各种菜和花，后来跑外卖以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种地了，我就买了一块假草坪铺上了。大门一关，孩子在上边玩，我在屋里做点啥都不用担心。上周日小姐妹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伞送回来了，准备铺完院子以后给它放在这儿吃个小烧烤啥的也不晒。这个时候都已经中午了，虽然今天太阳不毒，但是也挺晒的，所以我把这个伞支上给叔叔挡挡太阳。跟叔叔在一起相处了小20天了，从一开始的陌生不信任，到现在处的跟一家人一样了。一开始小姐妹找我的时候说家里住着人，我还不想接，因为大伙都知道我不愿意接家里有人住的单，就感觉干活不自在。但是后来小姐妹说大叔天天上班得到6点才能回来，再加上小姐妹等了我2个月，所以孩子考完试以后我就过来了。刚开始来的头几天都得先看看叔叔的车在不在家，如果一看叔叔还没走，就感觉特别紧张，一看车没在家就感觉可放松了。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，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，反过来了，我倒希望叔叔天天在家，赶紧把这个砖铺完了。我真的是太着急了，就怕没收拾完阿姨回来了。终于把这大片铺完了，这个时候都已经下午3点半，还剩了窗户下面那块没铺，但是叔叔已经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就是干一会儿就起来直会腰。毕竟是快70岁的人了，这么干一天一般人都受不了，所以我跟叔叔说，你收个徒弟吧，你看着我给你铺。可能是叔叔真的累了，这回竟然不嫌弃我铺了不好了，还一个劲的在那夸我这活干得太板正了。铺砖的之前是周6，小姐妹跟她老公又过来了，他们也特别期待着这个家收拾完以后的样子，特别是这个小院。我还跟叔叔说呢，用红砖铺的话，后期肯定会有草长上来，应该给它铺一层防草布。一开始没想起来，要不然买一块铺在底下的话就更完美了。叔叔说没事，到时候长点草的话给它拔了就行。我干活是糙了点，但是就是快，这点地方干了不到1个小时就给它铺完了。铺完了以后，上边都用沙子把这个缝给它回填一下，这样砖好像是不容易动。之前看他们铺砖都是这么做的。收拾完了，太阳伞一支，这小氛围感不就有了吗？支个烧烤炉，摘个黄瓜的，画面都有了。小姐妹说等着再买点东西给它装饰一下，买几个地灯安上就更好了。她说收拾干净了都能多回来好多趟。再来看一下这个院子的前后对比图吧，这是没收拾以前的，看起来就像个垃圾场。这是收拾以后的院子，感觉像换了一个地方。还有这个窗户下面原来也是乱糟糟的，现在也干干净净的了。一出门口再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绊脚的东西了，也没有高高矮矮的，走起来也比原来舒服多了。原来从卧室看出去就是一堆垃圾，窗户都不敢开，现在往外一瞅，这个画面多美好。还有阳台这个窗户，原来就是一堆东西堵得溜满，都看不到院子里是啥样。现在一眼望过去，心都不堵停了，就连旁边的邻居都夸这个院子收拾得真好。阿姨家的活马上就接近尾声，还有2-3天就完事了。还有想收拾屋的可以联系我。下期开始室内的收尾了，